圣诞前夕俄空袭受挫，乌 F-16实战首秀辉煌战绩。乌突袭俄海军核心，俄双重受创。库皮扬斯克失守，俄最后防线松动。俄罗斯战争机器的隐秘代价。俄气东移，出口在涨，收入却在缩水。或许是为了报复不久前在莫斯科被炸身亡的萨尔瓦罗夫中将，俄军近日再次对乌克兰发动了一轮规模空前的空袭。然而，从乌克兰空军随后公布的战报来看，这次行动并未达到俄方预期，反而遭遇了相当程度的挫败。根据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在此次空袭中共发射了635架无人机以及38枚各型导弹。乌军防空体系成功击落了其中约587架无人机，并拦截了35枚导弹，包括 KH-101 巡航导弹与伊斯坎德尔 K 巡航导弹。3枚匕首高超音速空射弹道导弹虽然突破了防空拦截，但很可能在电子干扰中偏离目标，未造成有效破坏。目前，乌军仍在核实其最终坠落位置。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中校表示，在这场防空作战中， F-16战斗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被击落的34枚巡航导弹全部由 F-16完成拦截。这也是 F-16正式投入乌军体系后，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实战表现。不过，这场防空战的胜利并非只属于飞行员，更重要的是背后整套指挥与预警体系的高效运转。雷达操作员和指挥人员在第一时间捕捉并锁定来袭目标，引导 F-16迅速进入拦截空域，使防空火力得以精准投送。正是这种协同作战能力，才让乌克兰在如此密集的打击中将损失降到最低。这次拦截战的成果属于整个乌克兰空军体系，而不仅仅是空中的飞行员。但即便如此，这仍不是一场完美胜利。乌克兰方面确认，全国至少有21处地点遭到导弹或无人机攻击，另有8处发现坠毁残骸。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证实，此轮袭击已造成平民伤亡，其中包括1名年仅4岁的儿童，至少3名平民遇难，另有多个州遭到不同程度破坏。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正在紧急抢修中。泽连斯基强调，俄军选择在圣诞节前夕发动如此规模的空袭，本身就说明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施压仍远远不够，尚未形成真正能迫使战争停火的力量。与此同时，乌克兰也在对俄境内目标实施反击。尽管截至发稿时尚未出现具有战略影响的大规模战果，俄罗斯国防部宣称击落了172架乌克兰无人机，并称莫斯科南部发生爆炸，造成2名交通警察和1名可疑人员死亡，具体情况仍有待进一步核实。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安全部门透露，在此前对黑海东岸新罗西斯克港发动无人艇攻击之前，乌军曾成功打击叶伊斯克空军基地，摧毁了一架伊尔38N山楂树反潜巡逻机，并在同一时间对俄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包括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合成橡胶生产基地之一。12月15日，乌克兰安全局出动无人机对新罗西斯克港发动突袭，成功命中一艘华沙扬卡级潜艇。而当时，这架伊尔38N正准备起飞执行搜寻任务，却在行动中遭到打击并被击落。事后，乌克兰方面公开了相关影像资料。此前，俄罗斯官方曾否认潜艇遭到重创，称乌军的袭击已被挫败，但随着画面流出，俄方说法的可信度受到明显质疑。外界普遍认为，这次行动标志着乌军在海空协同打击能力上的进一步成熟，不仅打击港口目标，也同步压制空中支援力量。这并非孤立行动，而是乌克兰近期在黑海方向展开的一系列系统性打击的一部分。此次行动由乌克兰安全局与海军联合实施，在锁定港口的同时，也精准覆盖周边机场，显示出对俄军作战体系的深度渗透能力。乌克兰近日持续加大对俄罗斯海军体系的打击力度，不仅在前线摧毁俄军船只，还将战火延伸至俄罗斯本土的重要造船设施。当地时间12月23日，位于莫斯科附近的夏诺夫哥罗德突发大火，博尔斯卡亚船舶修理厂被烈焰吞噬。根据 Astro 的报道，
现场浓烟冲天，在城市远郊都清晰可见，火势一度失控。目击者称，过火面积接近1000平方米，并伴随多次爆炸声，推测是厂区内的燃料储存设施被引燃。初步信息显示，至少1艘大型起重船在火灾中被毁，而该船厂此前曾被指为俄军提供船只零部件。外界普遍判断，这次事故很可能与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有关，不过俄方仍坚称只是意外火灾，并否认遭到攻击。更详细的情况仍有待卫星影像进一步确认，但可以肯定的是，近期乌克兰针对俄罗斯海军系统的打击正明显加密，从港口设施、黑海舰队基地到所谓的影子舰队油轮，都已成为攻击目标。乌克兰海军还在南部方向展开突袭，在赫尔松一带击毁多艘俄军船只。行动发生在岛屿区域，第30海军陆战队乘坐梭鱼艇突入俄军阵地，迅速完成打击并撤离。从航拍画面可见，俄军控制区域燃起明显火光，多艘原本用于偷袭乌军阵地的快艇被直接击沉。无论是在黑海水域还是在内河航道，乌克兰海军的出击频率和强度都在明显上升。与此同时，乌克兰还将打击范围扩大到俄罗斯本土纵深。12月23日晚，乌军无人机奔袭图拉州叶夫列莫夫橡胶厂。该工厂是俄罗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合成橡胶生产基地之一，长期为俄军提供重要物资支持。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工厂遭袭后火光冲天，多辆消防车紧急赶赴现场，火势一度难以控制。今年上半年，该工厂就曾遭到打击，并被迫停产数周。在俄罗斯腹地的另一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博尔斯卡船舶修理厂也遭遇突发事故，一座用于船舶维护的重要浮吊起重机被大火吞噬，火势一度蔓延至100平方米以上。该设施对俄方维持伏尔加河航运与舰艇维护能力具有关键意义，而此次事故发生在俄罗斯后勤系统本就承压的背景下，使其影响格外敏感。在俄乌战争的信息战场上，俄罗斯军事分析账号 Rybar 一直被视为俄系军事舆论的风向标。他立场鲜明，态度强硬，即便在俄军明显失利的节点，也往往通过措辞调整、地图模糊化等方式，维持一种尚可控制的叙事框架。因此，在许多亲俄受众眼中，他几乎等同于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但这一次 Rybar 还是改口了。在最新发布的战况地图中，他首次将库皮扬斯克完整标注为乌克兰控制区，等于公开承认这座北线关键城市已经彻底失守。对于长期关注俄乌战局的人来说，这一改色并非普通更新，而是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信号。即便是最不愿承认失败的俄系军博，也已无法再为现实涂脂抹粉。库皮扬斯克位于哈尔科夫州东北部，是连接顿巴斯与北部战线的重要交通枢纽，铁路与公路在此交汇，既是补给中枢，也是战略咽喉。谁控制这里，谁就握住了北线的主动权。正因如此，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俄方对这里的叙事始终刻意模糊。乌军进攻时，官方与军博只说局部交火局势紧张，阵地丢失时则改口为战术调整前线机动。而在地图上，城市往往被涂成争夺中，以制造仍在掌控的假象。但这一次 Rybar 直接改色，等于承认俄军已彻底退出市区，乌军不仅完成收复，还在周边建立了稳定防线。对于一个长期承担稳定军心功能的账号来说，这是一次极不寻常的退让，也意味着现实已经压倒叙事。在俄语军事信息圈里， Rybar 的象征意义不容小觑。它并非普通自媒体，而是长期与前线消息源保持联系，在亲俄群体中拥有相当的话语权。正因如此，他的承认失败往往被视为一种风向变化。当他都不再坚持迎面叙事，说明战场态势已经很难再被包装。库皮扬斯克的失守，其影响也远不止一座城市的得失。首先，它直接削弱了俄军在北线的后勤体系，迫使补给线后撤拉长，增加运输成本与暴露风险。其次，这意味着俄军在哈尔科夫方向的战略纵深被压缩，防线不得不整体后移。而对乌军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士气提升与政治加分，
不仅巩固了战场信心，也为争取西方援助提供了现实依据。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信息战层面。长期以来，俄方通过选择性叙事维持尚能掌控局势的印象，用模糊化语言抵消战场挫败的冲击。但随着战线拉长，消耗加剧，这套叙事机制开始失灵。库皮扬斯克的失守正是这种崩塌的缩影，现实已经迫使叙事后退。当连 Rybar 这样的硬核亲俄账号都不得不公开承认失利，说明俄方舆论场的心理防线正在出现裂缝。这不仅是一次战术挫败，更是一种认知层面的动摇。未来，俄方将不得不在两个艰难选项之间反复权衡：是继续掩饰现实、透支公信力，还是有限度的承认损失、承受舆论反弹？在西维尔斯克方向，乌克兰总参谋部于12月23日确认，部队已从该地区撤出。官方解释称，这是在评估战场形势后做出的战术调整，目的是保护士兵生命并保持部队战斗力。尽管地面部队后撤，但乌军仍通过火力控制持续打击该区域内的俄军目标和后勤节点。乌方强调，俄军为争夺这片区域付出了极为高昂的代价。根据战争研究所的数据，俄军用了长达41个月，才从利西昌斯克推进约12公里至西维尔斯克西部边缘，进展极其有限。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战斗同样激烈。昨日，乌克兰国民警卫队亚速第一军特种用途分遣队激光小组以及特种部队成功击退了俄军海军陆战队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机械化进攻。俄军出动4个装甲纵队试图突破防线，但在无人机、管式火炮、多管火箭炮、地面部队与遥控地雷的多重打击下遭受重创，损失包括6辆坦克、9辆步兵战车、5辆装甲运兵车以及10辆摩托车或轻型技术车辆。目前，乌克兰军队仍控制着波克罗夫斯克北部地区，并正在构建通往波克罗夫斯基和米尔诺格勒的补给通道，以保障部队轮换和物资运输。尽管不少分析认为该地区未来仍面临巨大压力，但短期内俄军难以取得决定性突破，其攻势依旧停留在高消耗、低效率的战术层面。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目前已完成所谓新顿巴斯防线的构建，这是一条规模庞大、在卫星图像上清晰可见的纵深防御体系。即便波克罗夫斯克或其他前沿城镇最终失守，也并不意味着整体防线崩溃。对俄军而言，任何微小推进都必须以极高的人力与装备损耗为代价。当英国国防部通过《世界报》披露，俄罗斯在2024至2025年间于乌克兰战场的伤亡人数已突破40万时，这个数字本身已经超越了普通军事统计的范畴。它不再只是前线损失的累积，而是一面映照出俄罗斯社会结构、政治计算与战争逻辑的镜子。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并非一次失控的代价，而是一个被精密管理、被默许，甚至被制度化的过程。只要这种高强度消耗不触及权力核心与主流城市阶层，战争就仍被视为可承受的成本。如果把40万这个数字拆解开来看，其残酷程度令人震惊。短短2年多时间，俄罗斯平均每天损失超过500名士兵，这一强度已经远超多数现代战争。英国国防部与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的数据相互印证，截至2025年，俄军总伤亡已逼近或超过125万人，甚至高于开战前俄军的整体兵力规模。而这些损失并非均匀分布，顿巴斯、扎波罗热一线，尤其是波克罗夫斯克周边，逐渐演变为高强度绞肉机。俄军反复投入兵力，却始终无法取得战略突破，仅在一座中等城市周边，就付出了超过20万人的伤亡代价。更值得注意的是，高级军官的损失同样惊人，已有20多名将级军官在战场上身亡，这在现代战争中极为罕见，也从侧面说明俄军指挥体系在持续高压环境下已被迫前移，直接暴露在高风险前线。面对如此规模的损耗，俄罗斯并没有选择全面动员，而是形成了一套高度精准的征兵模式，将风险系统性的转移给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征兵重心被有意放在经济落后、人口边缘化的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偏远省份。
在这些地方，俄军提供的月薪约22万卢布和高额战时补贴，往往相当于普通居民数年的收入。对很多家庭而言，这不是选择，而是唯一出路。在远东地区、北高加索共和国，甚至西伯利亚边缘地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吸纳进军队。他们中不少人对乌克兰几乎没有概念，却被迅速送上战场。部分原住民甚至在参军后才第一次接触系统性的俄语教学。与此同时，俄罗斯还通过制度性手段扩大兵源池，比如对顿巴斯地区实施债务豁免换服役，向服役人员提供参战换自由，对外籍移民开放服役换国籍，已经2025年起取消季节性限制，实施全年征兵机制。这些政策共同构成了一套高效却残酷的补兵系统，本质上是用社会底层的生存压力填补战争的人力黑洞。与边远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大城市所享有的战争缓冲带。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阵亡率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9和1/4，而这两座城市却聚集了全国超过12%的总人口，并掌握着政治、经济和舆论的核心资源。法律制度、信息渠道与社会关系网共同构筑了一道无形屏障，使这些城市的人群极少直接承受战争冲击。义务兵制度、教育延期、岗位保护、人脉运作，使大量城市青年得以远离前线，即便参军，也多被安排在后勤或技术岗位。这种结构性差异造就了一个现实：战争在边缘地区是生死问题，在核心城市却更像一则新闻。久而久之，一种隐秘却深刻的社会裂痕正在形成，牺牲集中在贫困与少数群体，安全却集中在富裕与权力中心。英国国防部情报报告指出，克里姆林宫对高伤亡的容忍度建立在2个前提之上：第一，战争不能撼动政治核心圈层；第二，兵源必须持续可补。从现实看，这一策略短期内是成功的。民调显示，虽然多数俄罗斯民众并不渴望战争延续，但对军队本身的支持率仍高企。换言之，人们可以厌倦战争，却仍选择相信士兵是无辜的。这种心理结构为高强度消耗提供了缓冲空间。只要损失集中在社会边缘，只要主流生活秩序不被打破，战争就仍可被忍受。更重要的是，相较高端武器系统的研发与维护，人力成本反而更廉价。在制裁压力下，这种以人换时间的模式成为一种现实而冷酷的选择。然而，这种模式注定无法长期维系。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死亡率正在累积深层不满，社会底层对不公的认知正在觉醒，而低素质兵员带来的战术低效又反过来加剧伤亡。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不断侵蚀国家的内在稳定性。今年，俄罗斯通过管道向中国出口的天然气预计将同比增长约25%。从表面看，这是一个向东转型成功的信号。欧洲市场萎缩后，中国正在成为俄气新的主要出口方向。然而，如果把账算清楚，就会发现这种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收入提升。根据路透社测算，2025年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总收入预计约为4700亿卢布，不仅远低于2022年创下的1.63万亿卢布高点，也低于2024年的约4900亿卢布。更关键的是，在未来几年内，即便对华出口持续扩大，其整体收入仍将比此前对欧洲出口低30%至40%。这意味着俄罗斯正在经历一场典型的量增价跌式转型，管道更忙了，但账面却更紧了。这种变化的根源并不在于出口能力，而在于价格结构的根本差异。过去的欧洲市场以现货交易和枢纽定价为主，价格波动极大，在能源危机期间甚至出现了极端高价，使俄罗斯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超额收益。相比之下，中国市场更强调长期合同和价格稳定，气价通常与油价或固定公式挂钩，波动幅度有限，也更符合国内承受能力。这种机制保障了长期供应，却压缩了暴利空间。对俄罗斯来说，把天然气从欧洲转向中国，意味着从高风险、高回报模式进入稳定但低利润的新常态。这一变化在数据上体现得尤为明显。2022年，在欧洲能源危机的推动下，
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收入一度冲至 1.63 万亿卢布的历史高位。但随着欧洲加速去俄化，拓展替代能源渠道，俄气对欧出口迅速萎缩。到2025年，相关收入预计将跌至4700亿卢布左右，不仅较高峰缩水70%以上，甚至低于上一年水平。这意味着俄罗斯已经很难再依靠能源价格的短期飙升来支撑财政，能源收入正在进入一个低位运行的新阶段。从更长周期看，俄气东移几乎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但这条路并不轻松。中国在能源采购上始终坚持多元化策略，不会对单一供应国形成依赖。中亚管道、液化天然气进口、本土气田开发共同构成了多重选择，使其在谈判中始终保持主动。与此同时，俄罗斯还需要持续投入巨额资金建设管道和液化设施，而在制裁环境下，融资与技术获取的难度都在上升。更重要的是，在全球能源结构加速转型的背景下，化石能源的长期需求本身也面临不确定性。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